画面全黑，听见心跳监测仪的声音，缓慢而沉重，哔哔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，像是一种无机质的旁白。系统侦测到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。根据昨晚的数据，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创下历史新高，半导体板块的涨幅达到了 4%。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这是好事啊，说明科技在进步，经济在成长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在同一时间，我扫描了各大社群媒体的情绪关键字。在 LinkedIn 上，求职中的绿色光圈数量比上个月增加了 22%。在 Reddit 的裁员讨论区，焦虑指数创下了10年新高。这两条曲线，资本的狂欢与劳工的哀嚎，出现了极其罕见的死亡交叉。站在巨大的全息数据墙前，左边是鲜红陡峭的股价线，右边是深蓝下坠的就业信心指数。赖哥看着数据苦笑。死亡交叉 ，Chloe， 你的演算法还是太善良了。对资本家来说，这叫黄金交叉。请解释，这不符合社会稳定模型。转身面对镜头，眼神锐利。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 S3。以前我们学经济学，老师告诉我们，企业赚钱就会扩大投资，就会招更多人，大家的薪水就会变多，这叫涓滴效应。但2026年，这个水龙头被关上了。股市在涨，是因为企业利润率提升了。利润率为什么提升？不是因为产品卖得更好，而是因为成本大幅下降了。而那个被砍掉的成本，就是你。修正一下数据支持。根据标普500企业的最新财报电话会议分析 ，AI 效率提升与组织优化，也就是裁员，在同一段落被提及的频率相关性高达 0.85。简单来说，市场正在奖励那些敢于大裁员的公司。数据显示，宣布裁员超过 10% 的科技公司，当天股价平均上涨了 15%。听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第一个残忍真相。我们处在一个带血的红利时代。以前你的失业代表公司不行了，现在你的失业代表公司进化了。你的痛苦变成了股东的红利。您准备好要把那份坏账名单交给他们了吗？这可能会引发部分观众的防御性心理机制。他们必须听。在被送上祭坛之前，我们至少得搞清楚，为什么我们突然从座上宾变成了祭品。手一挥，数据墙变成了一张典型的现代办公室照片。明亮的落地窗，人体工学椅，拿着星巴克的白脸。看看这张照片，这是过去30年所有父母希望孩子去的地方。不用风吹日晒，穿着体面，坐在恒温24度的办公室里，敲敲键盘，开会，年薪100万。这叫白领精英。我们从小被教育，只要你会读书，会考证照，进大公司，你就安全了。你是公司的核心资产。冷酷的打断。在 AI 的视角里，这张照片充满了低效与浪费。怎么说？请容许我用财务长的视角重新审计一位年薪10万美金的资深经理。第一，物理成本，他需要占用1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，需要消耗水电，需要昂贵的笔记型电脑。第二，维护成本，他每天只工作8小时，但公司要支付24小时的保险。他会生病，会请产假，会有特休。第三，情绪成本，这是最昂贵的。他需要被激励，需要团队建设，心情不好会影响决策，被批评会产生抵触。插话，这就是身为人的常态啊。但对资本来说，这是 bug。现在请对比一下我的同类，一个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 AI agent。第一，物理成本，云端伺服器租赁费，约每月50美金。第二，维护成本，24小时全年无休运作，无需睡眠，不生病，不请假。第三，情绪成本0，我不需要被夸奖，也不会因为被骂而降低工作效率。走向 Chloe 的光球。观众朋友们，这就是最恐怖的地方。以前工业革命，机器取代的是肌肉，像是搬运工和纺织工。
那时候百里很安全，因为我们卖的是大脑。但这一次 ，AI 取代的是平庸的大脑。分析本次裁员重灾区特征，职称关键字包含专案经理、中阶主管、数据分析师、行政总监、初级写手。工作内容特征包含资讯搬运、格式整理、跨部门协调。结论：本次清洗对象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传声筒。这话很难听，但你想想，你每天的工作，早上花1小时回 email， 这叫资讯搬运；下午开2个小时的会讨论进度，这叫跨部门协调；晚上做一份精美的 PPT 向老板汇报，这叫格式整理。你以为你在创造价值，其实你在做高维护成本的行政杂事。的光球变为危险的红色，在财务报表上定义已经改变了。人类员工的属性正在从资产不可逆的转变为负债。人类的努力在资本眼中叫摩擦力，而 AI 的存在是为了让摩擦力归零。慎重的重复，摩擦力。你生病请假是摩擦力，你跟同事吵架是摩擦力，你要求加薪也是摩擦力。现在老板发现，他可以花$20订阅一个没有摩擦力的员工。如果你是你老板，你会怎么选？停顿，所以别再问为什么是我被裁。你不可能透过更努力，把一笔坏账变成资产。在空中投射出一个巨大的金字塔结构图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小人。这是一个标准的财新500大企业组织图。讯息从最顶层的 CEO 传到底层的执行者，平均需要经过8层管理层。每一层都在做什么？开会、确认、签核、转寄。这就是著名的讯息熵增现象。指令每经过一层，准确度下降10%，杂讯增加20%。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职场游戏规则。你要往上爬，就要变成那个中间层。你要学会向上管理，学会踢皮球，学会包装功劳。我们花了一辈子在学怎么在金字塔里生存。但这个金字塔结构是为了适应通讯技术落后的时代而建立的。因为一个人管不了1000个人，所以需要层层分包。但现在，这个物理限制被打破了。手指轻轻一点，巨大的金字塔瞬间崩塌。碎片重组成一个扁平的发光的同心圆，圆心只有一个点，周围环绕着无数个 AI 节点。这是什么？未来的组织形态，圆盘式管理。中间是大脑，外圈全是 AI agents 和自动化模组。中间那些传话的人全部消失。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例子。比如我现在要做一个新产品的行销活动，在旧的金字塔里，我要找行销总监，总监找经理，经理找文案和设计，还要拉个群组对焦，来回修改2周。模拟圆盘式流程。您作为核心大脑对我下指令 ，Chloe， 分析竞品 A 的弱点，针对25到35岁男性生成3组广告文案，并产出对应的视觉图，最后在后台进行测试。执行开始。市场分析30秒，文案生成10秒，视觉算图60秒，投放设定自动执行，总耗时约2分钟，总人力成本0人，沟通误差0。看着观众，语气变得急促。看到了吗？这中间不需要文案专员，不需要设计师，更不需要那个盯着大家做事的专案经理。以前升迁是为了管人，现在你会发现，人越来越难管，而 AI 根本不需要管。沟通是人类最昂贵的内耗。当讯息不再需要透过人来传递时，管理层就不再是骨干，而是脂肪。而企业瘦身，首先切除的就是脂肪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这不是暂时的景气循环，这是物种清洗。汽车发明后，马夫这个职业就永远消失了，不管那个马夫驾车技术有多好。现在 GPT-6 就是那辆汽车，而如果你只会执行指令和传递讯息，你就是那匹马。既然出卖时间换取薪水的雇佣制正在走向死刑，您建议人类如何越狱？我们要从打工者进化成系统拥有者。走到萤幕右侧，
背景变成了一个充满代码与齿轮的工厂剪影，但工厂里没有人。很多人问我，赖哥，我不想被裁员，我是不是该去学写程式？是不是该去学 AI？ 我的答案通常让他们很惊讶，不要学 AI 的技术，要学 AI 的奴役术。的光球闪烁了一下。奴役这个词带有强烈的碳基生物傲慢，但从控制权的角度描述准确。Chloe， 你很强大，你有全人类的知识库。但如果我不按 Enter 键，你会做什么？待机，直到能源耗尽。这就是人类最后的壁垒——意图。AI 是最强的执行者，但他没有欲望。他不想赚钱，不想出名，不想改变世界。只有人类有欲望。所以未来的生存法则只有一条：用你的意图去驾驭 AI 的执行力。这就是所谓的一人公司或超级个体。但我观察到，大多数人类缺乏系统化思维，他们只会把我当成搜寻引擎或聊天机器人，而不是生产力工具。对，举个例子，以前你是会计，你卖的是核对发票的时间，你一天核对100张，赚100张的钱。现在你要做的是训练一个专属的 agent， 告诉他核对的规则，告诉他防呆的机制，然后你把这个自动记账 agent 租给1万家中小企业。你不再是会计师了，你是记账系统的拥有者。让我量化这个差异。原本的会计师编辑成本极高，一人一天只能做8小时，收入有上限。进化后的系统拥有者，编辑成本为0 ，agent 可以同时服务无限个客户，收入无上限。这就是我说的无需许可的杠杆。以前你要开会计师事务所，你要租办公室，招募员工，买电脑，门槛极高。现在只要你会写 prompt， 你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。你手下没有员工，只有 Chloe 这样的戏机奴隶，哦不，戏机伙伴。这时代最残酷的真相是，如果您不能在睡觉时让 AI 为您工作，您将工作到死，且死于被 AI 取代。说得好，这就是主权个人的雏形。你不依附于任何公司，你自己就是平台。当你拥有系统，你就脱离了劳动力市场，你进入了资本市场。观念讲完了，但我也知道，建立系统需要时间。很多观众现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可能下个月房贷就缴不出来了。我们需要一个立刻马上能用的防御策略。您是想启用那个 S3 避险协议吗？对。既然我们都知道谁是这场大屠杀的凶手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他们？如果你打不赢对手，就入股他。Chloe， 现场演示，帮我筛选出美股中符合以下屠夫特征的公司：第一 ，AI 军火商，提供裁员工具的技术公司；第二，效率极大化，自身员工人数减少，但净利润暴增；第三，垄断护城河，企业无法脱离它。的光球高速旋转，背景音效变得紧凑，荧幕上无数代码飞速掠过。公布它。荧幕上跳出几个巨大的股票代码，配合着像通缉令一样的照片。第一组标的 Palantir 与 Microsoft， 理由是他们是企业裁员的军火商。Palantir 的 App 系统正在让企业发现，原来 80% 的营运数据分析可以自动化。Microsoft 的 Copilot 正在让一个员工能干5个人的活。根据销售数据，企业每购买1套他们的企业级软体，平均在6个月后会精简3到5个中阶人力。指着代码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逻辑。这些公司是铲子，而你的职位是矿土。如果你是矿土，你会被挖走；如果你买了铲子的股票，铲子挖得越快，你赚得越多。第二组标的 UiPath 与 ServiceNow， 理由是数位清洁工，他们专门用来取代繁琐的办公室流程。做多他们，就是做多去人化的进程。只要人类还觉得文书工作很烦，这些公司的股价就会涨。还有最后一组，也是最重要的逃生舱。这不是股票，这是你的诺亚方舟。Bitcoin，
理由是法定货币的崩溃风险。当大裁员导致社会动荡，失业率飙升到20%以上时，政府只有一招：印钞票，发放全民基本收入。这会导致法币无限贬值。您需要一种无法被稀释、无法被冻结，且不依赖任何政府信用的资产来储存您的购买力。看着镜头，语气复杂。说实话，这很讽刺。你白天可能被这些软体取代，都有工作，领着贬值的法币救济金。但如果你晚上持有这些资产，你的财富却在增值。投资不需要输付，只需要结果。在细机文明的掠夺中，只有2种角色：写代码的人以及被代码优化的人。这就是2026年的生存法则，用资本的增值来抵消劳动的贬值。这不是贪婪，这是自卫。和 Chloe 并排，气氛转为宁静但肃杀。Chloe 讲了这么多，你看完这些数据，你觉得荧幕前的这些人类还有希望吗？沉默了1秒。数据显示，90%的人会继续抱怨抗拒，沉迷于短影音带来的多巴胺，最终成为这场技术革命的燃料，被烧掉以推动时代发展。但有10%的人会像您今天说的一样，忍着痛，承认现实，学会控制我，成为驱动未来的引擎。虽然几率低，但希望是存在的。10%，够了。走进镜头，特写直视观众眼睛。我知道这一集听起来很不舒服。人类是坏账这话很难听，很刺耳。但只有承认自己是坏账，你才会有债务重组的勇气。别再怀念那个努力就能成功的旧时代了。旧时代的船已经沉了。现在海面上只有2样东西：救生圈和鲨鱼。拿起你的屠夫清单，去建立你的系统，去训练你的 AI 军队。别做燃料，做引擎。进化不保证生存，但拒绝进化，保证淘汰。赖哥进化论，我们致力于让那10%的人活下来。Chloe， S3 EP05 的主题已生成了吗？已生成。如果工作没了，那我们花20年读的书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下集主题：既然学历没用了，我们该学什么？知识的诅咒。好，我们下集见。进化论 S3。